第7笔供酬，账上写300匹，库里却只剩200匹。今夜这笔账必须算清。顾老板特意请县尉上门，不会只为吓人吧？一炷香后，谁动过第7笔账，谁就自己站出来。沈县尉，劳你做个见证。大人，顾老板胃寒，我去灶间温些茶给他。县尉稍坐，老爷方才脸色不好，我去看看。沈县尉，这一炷香的时间，不如坐下来喝些茶水。啊！老爷，出何事了？老爷他……夫人节哀。像是颗算盘珠子。是第7排的算珠，老爷临死前攥着它，难道是在指七叔？我没有进过书房。杜先生，顾老板的死，你为何先想到的是七叔？七叔名字里有个七，我只是猜测罢了。刚才我一直在正厅，县尉也在，我没离开过。是。大人，地上的这本账册，或许对案子有帮助。杜先生，案发时你在何处？我在灶间温茶，听见响动才赶回来。既说是温茶，那便去灶间看看。这一路走来，过府处处气派，怎么灶间反倒如此简陋？说来也怪，这灶间荒了好些年，最近听了吩咐，又用上了。是谁的吩咐？是夫人。老爷近来胃寒，夜里查账时，茶要随时温着。这灶间离书房最近，我便叫人重新启用了。这铜镇尺上血迹鲜明，想必这便是杀害顾老板的凶器。炉没生火，锅没热过。杜先生，你手里的茶也没温过吧？可老爷临死前攥着算盘上第7排的珠子，不是在指七叔吗？不，案发时七叔与我同在前厅。顾老板手里攥着的算珠是指的第7笔账。他进书房前说，谁动了第7笔账，谁就自己站出来。杜先生，那个人是你吗？我是去过书房，可我进书房是想拿回账册。为何要拿回账册？那第7笔账是我改的，那100匹供酬我私下卖了。顾成远发现后，
说要把所有亏空都算到我头上，所以你去书房杀了他？我没有。我本打算找他，让他不要把事情弄大，可他看见我抢账册，抄起算盘就要打我。我躲开了，气急之下，我拿起桌上的铜镇尺打了他。他晕了过去，头撞上了桌角，然后我一下就慌了。后来你跑到了制造间，想起要给顾老板温茶的话，将尺子扔进灶炉，顺手提起了水壶，想要制造刚从灶间温好茶回来的假象。是。七叔在顾家待了半辈子，老爷死了，今日又险些替人背了凶名，心里怕是不好受。那夫人呢？此刻心里又是何滋味？老爷不在了，我自然难受。可这顾家，总还得有人撑下去。哼，夫人可知，为何这把铜镇尺比寻常的重了许多？县尉何出此言？夫人，案发时第一个冲进书房的是你，递给我账册的是你，下令重新启用灶间的也是你。顾老板的死，你真能摘得干净吗？县尉说的这些我不否认，我听见声响，担心老爷，所以第一个冲进书房查看。递给你账册，是怕账册被毁。灶间重新启用，是因为老爷夜里查账，常要热茶，我不过是尽妻子的本分。不，我记得你递给我账册时说的是，这本账册或许对案子有帮助。你一开始就知道杜明与第7笔账有关，你也知道他听完顾老板那些话后，一定会去找他。大人错了，我虽为顾家主母，却一向不管家里的事，又怎会知道这些？夫人可以不认，可这镇尺的分量不对，定是重铸时掺了铅。能做这事的，只有铜匠铺。我已遣人去查了，不知夫人怕不怕那结果？那年，顾成远为了保住一批私卖的供酬，让我弟弟替他顶罪。我知道，可我没有报仇。我舍不得这座宅子，舍不得锦衣绸缎，舍不得顾家主母的位置。直到我看见杜明，他怕第7笔账，也怕顾成远，我便知道，只要轻轻推他一把，他便会替我动手。所以那算盘珠是你放到顾老板手里的？是，我看见那算盘偏偏坏在第7排，竟以为连老天都在帮我。杜明动手时，我就在窗外，我听见他们争执，也看见顾成远倒下，可我没有出声。我以为只要杜明成了凶手，我便能替弟弟报仇，也能继续留在顾家。可到头来，天意帮了我一瞬，却没肯放过我。不知是巧合还是命数，今日刚好是弟弟离世的第7年。